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兵推有了新的脚本哦。这是来自于美国雪城大学，它日前举行一场兵棋推演哦。首次哦，说是以中国的视角来规划入侵台湾的路径。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可以了解北京可能以他们的视角、他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可能采取的路线。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兵推指出北京可能选择有限的飞弹打击、政治威胁，还有诱惑的投降的策略，而且借由克制的武力，就是有限制的武力，还有算计的政治，迫使台湾屈服，同时避免引发美军介入所以过去大家都讲说大规模的登陆啦，什么这个中国先发制人攻击美国这样的剧本，他们认为是不会发生的。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前一阵子9·3，中国大陆不是有一场阅兵大典吗？美国的这个智库就讲说，习近平他借着阅兵来宣示取代美国，所以中国大陆已经结束了韬光养晦的战略，现在开始要展现他们的军事实力以及全球的影响力了。不过透过卫星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在长江这里说是有2栖舰队集结说是极为罕见而且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所以是不是有可能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说是这些舰种将在渡海突击作战中扮演尖兵的角色，那真的是要突击，真的是要登陆了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现在，当然他们在军队的一些策略上面、管理上面有了很大的一个不同。赫格塞斯要求所有的军人观看前一阵子在维吉尼亚，他向那些将军们所发表的这个演讲的内容而且下令说大家都要阅读，如果你不看影像，你要阅读完整的文字，10月底之前要做审查所以军方其实有一些这个美军有些人是很不满意的觉得对他们各种的紧缩各种的限制。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挖东墙补西墙，美国海军的 F-35战机潜舰要台霸我们台语说台霸拆零舰这个是根据美国的政府问责最新的报告，说是因为有一些维修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呢美军他们已经沦落到要从停飞的 F-35还有 F-18的战机以及潜舰上有一些零件把它取下来用台霸，我们在台语是这样讲把它拆下来，这个零件的某一个拆下来放在这个飞机上感觉有点不可思议那我们再来看看彭博社怎么讲，他说美国陆军坚持部署高超音速的武器，罔顾测试的数据支撑不足所以他们希望赶快推动可是数据还没有完完全全出来所以感觉有点杀鸡取卵。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的盟友现在是不是也陆陆续续有一些状况。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这是最新的消息，日本的公民党刚刚宣布要退出自公联合政府，这对高市早苗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数本来大家都觉得高市大概笃定会当上首相，可是现在出现了变数因为这个自民党跟这个公民党是联合执政的是连在一起，现在他退出了所以未来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变数。另外美国的智库报告是这样说的，日本最好使唤最配合，韩国不愿意牵制中国这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视太平洋岛屿为马前卒，像是这些密克罗尼西亚这些岛屿他们就把它当作马前卒嘛，你防堵中国大陆。可是当地居民担心会成为中共的靶心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是被打着玩的呢？这是25万的岛民虽然人口不多，可是岛链就是他们的家，你把我们当作马前卒，当作一个这个防御的一个前线他们担心美军的军事存在会让他们变成攻击的目标。来，赖老师，两岸间，尤其是台湾过去的智库所做的兵推，基本上来讲可靠、可信度不高。美国的智库这多少年来所做的兵推，
可信度、可靠性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的了解不够深入，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防科技的发展认识的太肤浅了，所以他们都是根据他们所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武器、装备来去做这个假想敌、做推算，然后不管是在电脑中按照既定的程式把变数丢进去以后，然后去演算出可能的结果，然后再做这个兵推。但是由于一开始的时候最初始的 data 就是资料都已经错误的，那你导出来的结论也都错误的。现在93阅兵的时候，大陆第一次就向美国，主要是向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展示中国大陆的，还是一部分哦，还不是全部的真正的军事实力。这个军事实力一展示出来以后，坦白说，不管是美国的总统，或者是他的国防部部长，或者是美国的智库，坦白说，全部都受到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入伍教育这种震撼弹这种洗礼把他们吓到了就是这种全部都被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大陆在核能力这个部分，从过去是防卫性的战略，它现在已经具有攻击性的战略能力了。那也就是由于大陆具有攻击性的战略能力，它展现在东风61、东风5的这些系列的导弹以外，那他就告诉美国人，美国人也很清楚知道说，这已经不是核弹头数量的问题，而是核战打不起，也不能打，也不应该打。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两个核武大国之间，如果真的会爆发冲突的话，绝对要排除使用核弹。那绝对要排除使用核弹，那就等于回到常规战争嘛，就是用非核弹的其他的陆军、海军、空军潜舰等等的所有的方式来打。可是如果说战场是在于靠近大陆这边的话，美国完全没有优势，美国会输得很惨。同样的同理可证如果战场是靠近美国那一边的话，大陆也会输得很惨，大陆也没有优势。那这个两国也都很清楚知道，只要谁去到哪一个方面去打，谁就没有优势。美国也很清楚，所以您看，美国这一次这个约翰卢也就是这位新的要接这个美国的国防部的助理部长的这位韩裔美国人，其实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已经把很多的讯息讲得很明白了。也就是说，你韩国、日本、台湾、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你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们要负责你们区域自己的安全，你们要把防卫预算增加到3%到5%，台湾要增加到10%，所以你要自己去打你的战争。其实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是你们的战争，美国会支持你们，但是主角是你，不是美国。那言下之意是，美国人会退到第二线，由你这一些日本、韩国、台湾等你们自己当第一线。可是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的话，他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介入台湾的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日本会没有市场，尤其是琉球群岛的人，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韩国人其实也是，韩国人会认为说，我为什么要介入台湾的战争？我如果韩国、我日本不介入台湾的战争，我没有事情了。那我没有事情，我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的国防预算？好，那这个情形下就变成是台湾的事了。菲律宾是不是一个咖了？所以我们就把菲律宾把它排除在外。澳大利亚远在天边，而且澳大利亚的军队才6万多人，坦白说，对大陆来讲，一个战区绰绰有余啊。大陆的一个战区可以碾压整个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加起来，都可以把它全部摧毁，这一点困难都没有。好，那就回到只剩下台湾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想要煽动日本、韩国等澳大利亚介入台海的战争，我觉得他这个战略，他的这个策略基本上不会成功。好，那我们就来看赖清德他在国庆演说中，他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增加防卫预算蔡英文已经想方设法增加到2点多了，现在赖清德的目标3.5，到了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5%，甚至要达到10%。坦白说，即使你拿到10%，你把台湾的整个总预算都吃掉7-8成左右，你也不过就是760亿，760亿美元。
因为我们总共才760亿美元，你把防卫经费都拿走，是大陆的防卫经费随便一编就是2500亿美元。坦白说，这个是大巫见小巫了。台湾军力差太多了。对，赖清德不要欺骗台湾人了。所以军备竞赛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台湾其实怎么样的追赶都很难哦。这个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拼，来请教舰长。我们讲到啊，一个兵推要能够可信啊，最主要的也就是第一个，他要足够了解对手，也就是他兵推对象的现况。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你要很中立的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迎合你所想要讨好的对象，无论是可能出资的是政府啊，或者出资的是军工复合体啊，你通通都要排除，而且呢，要排除自己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呢，我们讲到之前有一个上将级的一个兵推啊，他兵推的时间是2030年之后，然后兵推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这样推是因为他要等着美军的 F-47新座机以及暗鹰这些装备都完成。真的吗？解放军会等吗？那不会。那这也就是兵推之所以要有效，必须要客观。可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不客观。那至于讲到有关于这个长江口的这一个部分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个卫星的照片是不清楚的。为什么？因为它用的是欧洲航太的那个卫星，那个卫星大家参考可以，可是要拿来鉴别那个零度根本看不清楚。那我们其实如果看到啊，之前其实《华尔街日报》它就公布一张，这一张就非常的清楚。这一个主要叫做什么？叫做浦东新区的那个登陆舰支队的一个登陆码头。那这一个码头其实大家看起来威胁好像不大，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在去年2月的时候，它所有的登陆舰排成一列的时候，大家就有点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它有2艘的075的2栖攻击舰，2艘的071，也就是25000吨的这个综合登陆舰，还有一堆子的072的大型登陆舰。那大家就觉得，哎呀，解放军要做什么？对不起，这是2024年2月，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半了，什么事都没发生。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码头啊，并不是很远，它在哪里？它这个码头其实就在我们讲到的江南造船厂的对面，它就在对面。也就是呢，它如果需要维保的时候，直接回来就好了，也就跨越一个河道而已。我们仔细看它这一个登陆码头啊，这是我们讲到4800吨的072A 的大型登陆舰，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后面还有一个接驳的码头，可以让它的前面跟后面的跳板都可以接上。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兵推要可信啊，你必须要看看对方现在的准则跟教范。那我们这样讲啊，这是2017年那解放军成立90周年在朱日和进行的一个阅兵啊，大家有注意看这个吗？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多层双超，也就是它通通都是由攻击直升机，无论是5直10、5直19或者是直8的这个人员运输直升机进行校阅的。难道它是练心酸的吗？不，这就是它未来的一个作战的样态。我们讲到多层双超，这里面有非常多层。我们之前讲到的歼6的这一个无人机，也就是它把太除的战机改成这一个无人机的攻击模式，其实也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说，现在解放军的攻击模式是如此。想一想我们的国防报告书或者4年期的兵力总检讨，你们有这样提吗？还是你们还在打的是像汉光41的诺曼底登陆呢？那更不要讲现在这个可以连接起来的寨桥登陆舰，你们真的完全了解吗？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推出来的就是 garbage in and garbage out。
哎，请教董哥。今天最好笑的新闻就是川普见了芬兰的总统，然后讲自己多伟大，结束了8场战争，应该得诺贝尔奖。大家知道他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念之在之啊，希望奥斯陆赶快颁奖给他。那大家其实看了非常好笑，可是更好笑是这个，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大家记得他2个礼拜前，就宣布所有将领通通来听我讲话。川普一看矛头不对，怎么是你讲话？我才是老大。所以川普也到场。那到场以后，川普讲完了，赫格塞斯心有不甘。我讲的东西，各个部队要拿去研读。各位，你现在看到就是回到什么的年代？大家看的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很突兀？他在跟金总讲，我才是国防部长。那总统当然3军统帅没有错，但是你们要研读我的格言，最好各军种或者他们的类似那种政战总部最好出一本国防部长言行录就是每天早上要来研读。过去我们当兵也常这样要研读谁的言行录然后他讲过什么话，这个已经大家觉得匪夷所思，什么年代了？就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现在这些部队，我看大家看他的国内一片慌乱对不对？大家看总统没事就派着国民兵要去进驻哪个城市，连台湾的行政院长也在学说，我们是不是要进驻台北市，进驻花莲市？我们行政院长也在这样。好，那我讲其实对亚洲很大的不安就是高市早苗，因为他已经被他合作的自民党过去的合作对象，现在不跟他合作了。那公民党跟自民党这个组织已经合作了20年，一直由自民党的总裁等于说他来当首相，这个本来是虽然是不是很稳固，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社会大家也同意了。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就是公民党齐藤，他明白的讲，我没办法跟你合作，为什么？其实从高市早苗当选以后，他一直要高市早苗，你要把你们自民党那时候怎么收贿的那些情况收出来。这个收贿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安倍晋三时代就开始一直在进行，而且是日本一个很大的丑闻，大家互相在掩盖。那我们看到自民党为什么这几次选举从石破这些人一直选票越来越少，因为整个日本社会对他们不信赖就是你们自己查了半天，你们那些收黑钱的那些议员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公布？收多少钱？为什么不讲？那这次大家看到了公民党要求说，自民党你把这讲清楚，你已经你们这个党大家都知道，高市早苗是安倍晋三的被他提携，是他的爱徒啦可以这样讲。所以为什么赖清德他们在高市早苗获得总裁时候那么高兴？大家看了他的背景就这样。那我们知道这次在国会，你要成为首相，一般来讲就要够半数，够半数要多少票？233票。那自民党196票加上公民党的24票的话，加起来其实是很勉强，还差13票才够半。可是如果在野势力没有整合，那投第2轮谁的票高就是谁。他们跟台湾很像，第1轮要够半，没有够半就投第2轮。所以第2轮如果再投的话，如果高市早苗他的196票在野党没有整合的话，他也有可能当选。可是看这个态度，在野党很想整合啊。那在野党大家就可以看到，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党，这些加起来其实票数在野所有票数加起来是234票，那它其实是足够的。所以我觉得它的风险在这里，这也造成亚洲很多人家的不安。因为日本的首相一直换，那对整个国家的平静，对他的经济来讲也都不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因为日本跟台湾很密切，所以这个议题大家一定要很关注。是没有错。刚刚董哥不断的提到，川普很想得诺贝尔和平奖。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揭晓了，这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女领袖，她叫做马查多，她拿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川普不啊啦。刚刚发生的，对他没啊啦哈。好，我们再来看川习会之前，因为大家都说10月底就是至少在年底前川习会见面嘛。不过在川习会之前美中大斗法两国一直不断的出招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出手反制了。10月14号开始对美国的船舶收取
特别港务费。好，那还有呢，我们包括呢，川普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也许我们要思考一下，要停止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出口的管制升级了，它新增加19家中港企业的实体清单，包括对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的26个实体以及3个这个位置新增加实体清单哦，有19家中国大陆的企业是占最多的，而中国大陆呢也不是无下阿蒙，它也不是塑胶做的，它连发7个公告，管制稀土、锂电池、石墨、超硬材料出口哦，那说是呢，这些都是要用于研发还有生产14奈米以下的逻辑晶片，以及研发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 AI 的出口申请哦，所以两边其实都在斗法。而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它严禁稀土出口这件事情，很多人抓了蛋哦，因为包括呢，你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呢？高科技的全球 AI 的供应链。像是辉达、台积电都有可能变成箭靶，因为这一次它的出口管制非常的细哦。他说，这个外企如果出口含稀土成分的产品，即使比例很少，0.1%都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拉丁美洲这个布局呢，中国大陆也在布局咯，包括最重要的黄金啊、锂矿啊，它都一把抓。主要是呢，中国大陆现在正式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了安第斯山共同体，所以呢，它可以强化它在南美洲的战略布局从 AI 啊到电动车啊这些产业链啊，它都可以提供发展的动能，因为包括安第斯4个国家，大家知道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矿产。像是黄金、铜、锂这些都很重要，尤其是电动车啊、AI 啊这些关键的资源。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大豆滞销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了，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其实不断的跟巴西增加大豆的采购量。看看这一张图，巴西是红色的这一个它出口量红色的出口量是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一下子本来有一个低谷嘛，在去年，然后现在整个急剧的拉高给中国大陆。那蓝色的是美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大豆一直不断的下降所以是此消彼长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这个大豆农苦不堪言呐。可是巴西的这些大豆农笑呵呵。因为中国大陆呢进口了占巴西当月份出口总量85%的大豆这个是说这个今年1到8月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巴西的大豆全部销到中国去，而美国那一些原来的农夫就很惨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元还有黄金之间的一些关联。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的金价不断的涨，已经涨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还有人预测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涨破5000美元。过去呢大家都会说美元是避险的一个资产，可是现在呢美元已经创下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跌幅。专家就说因为热钱都涌向了黄金，代表什么呢？美国的货币体制受到了威胁因为美国的联准会不断被川普攻击，导致市场不再信任美元了。而美债垮台在即吗？去美元化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的流行了非常可能因为各央行都在加速的撤退。从今年的3、4月开始，因为川普说什么对等关税啊，所以中国大陆各个国家一样，大家开始减持美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对美国来说一个大危机。来，赖老师，美国是很大的国家，也很富有所以它的出口进口那影响力都很大，它的美元、它的金价影响力都很大。我相信大家观众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从川普上台这不到一年以来，他已经把国内跟国外的事情搞得全部都是人仰马翻因为大家都被他搞得乱七八糟。因为农人也不知道明年该不该买种子，该不该播种，要买多少种子，要买多少肥料，要不要怎么播种，没有人知道。现在农民也苦不堪言，因为现在不只是美国的大豆农，高粱农也出问题了。因为大陆现在的一个战略就是，我不但这个不卖，我也不买。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他不买大豆，先不买，高粱现在不买了。那他们现在美国的农民越来越担心，就是如果他的牛肉、猪肉
都不买了，龙虾不买了，然后国防工业里面，在工业产品中的波音也不买。如果越来越多的不买，那会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不卖了啊，各位所看到的就是说稀土不卖了，半导体。那为什么半导体那么重要呢？因为美国的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它的国内的供应量不够，它要大量的进口。那要进口的时候，外国的供应量也不够啊，因为中国大陆有价格优势，也就是14奈米以下的有价格优势，所以不管是台湾啦，或者是这个韩国的三星啊等等的，他们很难跟中国大陆竞争。为什么？因为成熟制程的利润比较薄，他们有价格优势的情形下，美国66%使用的是中国的这个成熟制程的产品，现在也不卖了。那这个时候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你就必须要用更高的价钱去买这个成熟制程的半导体，那也会把你的工业产品，你的汽车工业啦、家电工业啦、你的洗衣机啦、烘干机啦、烘碗机啦，你所使用的成熟制程也都会堆高，这个都不利于美国的工业制成品。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还不见得买得到，因为缓不济急。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一直在创造更多的谈判筹码。其实稀土这个很要紧，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含有中国稀土的0.1%，你要买卖的话，你去制造成品之后的买卖都要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哇，那这个除非你都完全不要中国的稀土，但是问题就在于几乎没有一个工业国家做得到，因为90%的稀土都是从中国供应。所以你只要用到中国0.1%的稀土，0.1%，你就要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那他现在如果都不同意你卖给美国，你如果强制的一定要卖给美国，而被大陆抓到的话，那大陆就断供你稀土。一旦断供，绝大部分的企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压力就很大了。好，那美国该怎么办？其实那就必须要谈判来解决嘛。也就是说，大陆要在谈判前的时候，已经一直在创造更多的谈判的筹码。过去都是美国人在打牌，每一次谈判前就是又去查禁你几家公司，又去制裁你几家公司。每一次谈判前就给你制造一些困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反手牌打得是越来越凶的，越来越狠的。这代表什么？其实大陆早就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说，满手牌，只是什么时候丢出第一张，什么时候丢出第二张。现在我们看到川普说，那我们可以不跟中国买东西吗？我真的是奉劝美国川普，你最好不要干这种事，因为你不跟中国买，请问一下，没有抗生素，你的医院怎么办？没有止痛药，你的医院怎么办？没有基础药，你的医院怎么办？你的药界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川普务实一点，了解一下你有哪些东西你是不得不买的。好，来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连发了这么多的有关于稀土的相关规定那这个规定到底针对的是哪一个国家？当然就是美国嘛。那而且它的时间点画得非常有意思他是在说11月8号起生效。可是我们回想一下，这一个川普所特别提到的，也就是他将这一个有关于关税的部分向后延到什么时候？11月8号。意思是什么？如果谈不出来，这一个稀土大棒就下来了，豺狼来了，有猎枪那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个规定，而且呢，方方面面全部包含在里面。无论是从超硬的材料，或者是中重级的一个稀土，之前我们讲到轻稀土的部分，已经不是最近的，已经是过去的。还有关于设备以及它要用什么样的原料。那这一次公布的是境外以及技术的部分，那更不要讲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也通通在限制之内其实中国大陆有关于稀土的部分，那其实中国大陆要谢谢的，也就是已故的那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徐光宪先生。徐光宪先生他所提出来的这一个冶炼的方式，其实
跟西方国家所谓使用这种离子交换以及分级结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2种方法，其实在制程上不连续，而且呢，它的成本很高。那我们讲到徐光宪院士，他从1971年他就埋首这一个有关于稀土冶炼的部分，他不是路人甲哦，他可是哥伦比亚大学量子化学的博士。那他愿意放弃在美国的种种，回到中国来，然后中国给他所有的资源，其实就灌注在这一个有关于稀土的方式。他提出的叫做串级萃取理论。那这个理论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我们刚刚看的那张手板，它管制所有的，连人员都管制，管制所有的装备。为什么？因为你别的国家没有人员也没有装备，哪怕看了几篇论文也没有办法了。那这个也就是说，紧紧的掐住这个美国它的一个脖子，然后而且11月8号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这个是它的最后的一个期限。那而且中国大陆继续开阔这个市场，也就是它为什么要加入安第斯山共同体的最重要原因。是，来，请教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很多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他不晓得现在中国大陆跟过去的那个情势不一样。2018年，当川普开创了那时候的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中国大陆猝不及防啊，他当然受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这些年来，他已经把它停下来，然后又做了非常多的修正。其中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它的致命武器就是稀土，那这个稀土它这一次在对付美国里面会发现有效啊。那这有效当然刚刚小店长都讲了，大家知道关键就在 APEC 会议，他们2个碰面以后会有怎么样结果？如果没有结果的话，那就是照这个规定下去实施。所以它有一个缓冲的手法，这个缓冲手法是从哪里学来？从川普啊。川普关税，告诉你几月几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时间之后我再延长，就是行政权的无限扩张。那大家看了当然中国大陆有给川普非常多的面子，但是我给你面子，你有没有回复？譬如讲他的面子是什么？是 TikTok 在美国的，我就遵照你，那我们持股只剩下19.9%，合乎美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特别为 TikTok 而设的因人设法就说你不能超过20%，好，那我就19.9%，可以吗？那你们美国自己找人来持我们 TikTok 的股份，就这样。所以以前中国大陆是一直闷着打，那闷着打，这回我也给你一点甜头，但是我要看你的态度啊。川普显然没有这样啊，川普这个人就是软土生结的，你就是要对他强硬。现在中国大陆慢慢的知道，你对他强硬，不用理他，等他来苦苦哀求，你让他的话，他继续就得寸进尺，这是很明显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原来川普是这样的面貌嘛，对不对？所以川普就是一个你如果硬的话，那他就chicken out就是这样的面貌。那这回你被人家看破手脚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他就开始慢慢的吃亏了。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和平奖也没有他一定很恼火了。我功劳这么伟大，我结束了8场战争，他到哪里都在讲这个事情。你看碰到一个芬兰赫尔辛基那边来的，他也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认为这些北欧国家都生气相通，你一定要帮我讲话，这样没有，通通没有啊！大家看的情况就这样。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让人家慢慢的识破你的手脚，虽然你很强，但是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可以吧？那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就是可以敢很态度强硬的跟川普直接对着干，当然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他慢慢会聚拢那些不满的国家，这些国家刚好都是过去美国的伙伴、盟友，最忠心的人，天天被你出卖，那你就是加设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对不对？为什么巴西总统敢这样？因为我的大豆中国大陆会买啊，中国大陆就不买美国的大豆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印度一直你怎么苦劝我都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因为
他会照顾我啊。我们这边已经不一样了，听清楚，我们这边叫做金砖联盟，我们这些国家才是互相休戚与共的。你美国就要占我们便宜，弄到最后把大家紧密的结合，这就是整个世界现在在改变的一个情况。对，这个川普过去一直说呢，加萨停火我有功劳，现在真的停火了吗？我们还不知道哦。至少在协议之下，现在暂时看到是往好的方向走了。美国说他会派200名的军事人员到以色列协助监督，看看谁还在偷偷的开火。可是呢，川普总统本人可能也会到耶路撒冷去哦。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说是以色列总统出访的计划取消，因为川普要来嘛。而加萨停火的下一步哦，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色列撤军地图曝光，地图在这儿哦，大家看一下。黄色的线条是说，以色列的军队说他们承诺要退到黄色的线条之外。可是加萨走廊有多大呢？加萨走廊是这个黑色的线条圈起来的这个地方哦，所以这意味着什么？以色列的军方还是掌控大概210平方公里，大概是58%的加萨土地哦，所以说是退后了，可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离开加萨走廊这个地方，还有1半以上的土地是被以色列给控制下来。而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应该很落寞，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包括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已经确定不是他了哦，是由一位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对不起，是由一位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一位女性得到哦。不过我们来看看稍早之前，他接见了我们看到芬兰总统就讲到这个一直不断的提到诺贝尔和平奖啊，说俄乌战争啊我们如何啊，所以战争赶快结束，我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我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瑞典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另外再来看看川普政府有威胁一件事情，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因为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为了要这个制裁俄罗斯，所以他下令大家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不能飞越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它的领空。那因为中国大陆是有飞越这个是有借到这个俄罗斯的领空所以他现在认为说你这样子不公平啊，你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我禁止你飞俄罗斯的领空，因为这样飞是比较省油的你这样我们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竞争不过你所以他现在呢威胁要禁止中国的航空公司在飞往返美国的航班的时候呢，不可以飞越俄罗斯的领空美方说过去的政策让美国的航空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你自己不飞，然后也不让别人飞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北韩的劳动党庆有一个阅兵，那李强他是大陆国务院的总理，9号率领中国的党政代表搭乘包机飞抵平壤，这也是时隔16年中国的总理再度访朝。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批准了跟古巴多个军事合作的协议，这意味着普京对于俄乌战争强硬表态。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军击沉委内瑞拉的船只，也挡不住毒枭走私我们可以知道呢，他不断的宣称说你这些毒枭如何，所以我派出军舰那现在他击沉了这些军舰，可是毒枭还在走私而且有人说这些击沉的船只有一些是公民是无辜的哥伦比亚公民，他们被美军攻击致死。那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是反驳，他说没有，这个说法没有根据，并且表示哥伦比亚还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另外，这是最新消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的得主已经公布了，大家看到这个画像。她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一位女性，她叫做马查多她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呢？尽管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她仍然留在委内瑞拉，激励了数百万人。她从未动摇过抵制委内瑞拉社会军事化的决心，坚定的支持委内瑞拉走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来，我们请教赖老师。这个挪威的这些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员们现在可能提心吊胆，因为他不知道川普会怎么报复他们例如说对于他们这些委员施加于这个严厉的制裁，就好像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法官他们判决美军的违反人道主义
有罪的时候，他就制裁那些大法官。他跟他的家人通通不准进入美国，所有资产都要被列入管制。对，然后在美国的资产全部都要没收冻结这样子。所以那些委员说不定川普就非常生气了。你在美国的资产全部给你冻结没收，你跟你的家属从此以后绝对不可以进入美国来我要制裁你。你跟你的那个朋友、你的事业都不准跟美国人的事业、美国人的银行打交道，所以美国的银行不能够承接他们的业务。哇，这个把他们弄得简直是死去活来说不定了，我不晓得，但我希望他不会干这种事。他一定会生气啦。对他，因为他现在变成世界大笑话。他的生气不只是因为没有得到那个奖金，没有得到那个牌子，最重要就是因为他会成为一个世界的最大的笑柄，全世界几乎会连续笑好几天这个对于川普来讲的话，颜面扫地。不过我们还是谢谢川普在以哈的现阶段的停火，他有贡献。他确实有贡献。本来哈马斯就不应该扣人质，因为这是小人的做法，这不是一个战士应该有的做法。他扣住了这些无辜的人质，然后有些人质他们遭到杀害。那我们都知道他的目的是想用这个方法来牵制以色列的军队，说你不要对我动武你的人质在我手中可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的做法。但是内塔尼亚胡根本不在乎人质的生命，一直不停的轰炸，变成这些哈马斯要保护这些人质的安全。这个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吊诡。就是内塔尼亚胡说，我才不管人质活的还是死的，我照杀。反而是哈马斯要把他们东躲西躲，让他避免被杀害，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国际谈判筹码的空间。这个真的是人类间战争最荒谬的事就上演。好，不管如何，我真的是诚心的希望哈马斯把所有的人质跟所有的人质的遗体都应该交换给他们的家属，而且应该为他的扣押人质要认错道歉，因为这是一个不人道的行为。你这样做才能够凸显内塔尼亚胡也同样做不人道的行为。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才会谴责内塔尼亚胡的时候会显得理直气壮。不过以色列是心不甘情不愿把土地让出来，所以您刚刚有提到画出来的黄线其实也不过就是不到一半。那也就是说，以色列还是在那个加沙地区的领土的境内，对，然后只是在难民区中画出一条红线。不要忘了，那一条黄线就是难民的集中区，其他的是难民的分散区，只是因为已经没有战火了。好，但是加沙地区什么时候开始重建不知道，他们的灾民什么时候可以返回他的家乡，然后开始接受国际援助的方式来进行重建，我觉得遥遥无期。这是人类间的人间地狱，也是一个最悲惨的一个地方，也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个地方。没错，我们进一下广告。加萨走廊的难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现在看起来暂时战火是停歇了，可是会维持下去吗？来，请教舰长。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川普，还有那个决心继续维持下去吗？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啊！我们看到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兴高采烈在他的社群媒体social 上面贴了这么张图。那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讲，也就是以色列初步的同意真的只是初步而已他说，如果说现在哈马斯确认的话，实际上来讲，马上就可以生效，然后人质跟战俘就可以进行交换等等。人质跟战俘进行交换，这是什么意思那大家对于这个有关于哈马斯有各种的谴责可是我们必须这样讲相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他有2000名的巴勒斯坦的囚犯这些囚犯哪来的？那所以他们现在要换俘，那换俘的可行与不可行，那也就在于说，川普现在收到这个噩耗他还能不能继续的维持下去，还是他
不管了，等明年再说，等明年8月再开始努力，到明年10月看看是不是又可以那个机会拿诺贝尔和平奖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块土地啊，那只占了这一个加萨走廊啊，那个就是完整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黑色的这一块啊，完整的这个其实是加萨走廊80%的土地。那现在这个黄色的呢，其实占了那个加萨走廊的22%而已，其他58%，对不起，以色列没有要吐出来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种微小的这个胜利，当然大家释出善意了，但是有没有结果，看来其实我个人是不太乐观的，而且这只是第一阶段哦，还有第2阶段呢。也就是要派遣维和部队，第3阶段要全部撤出这个有关于安全缓冲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以前的一些记录的话，这件事情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和平啦。我们继续下广告。请教董哥，大家可以看到哈，我刚讲赖老师讲的故事很有效。好，现在哈马斯要全力去维护那些好人质啊。对。结果我想起汉朝时候有个故事啊，刘邦跟项羽在打仗，后来刘邦的爸爸被项羽抓到了，项羽就要挟他：“你爸爸在我手上，你现在不投降的话，我把你爸爸煮来吃。”那刘邦说：“当年哦，我们一起来反抗秦王的时候，我们约为兄弟啊。”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把我爸爸煮来吃，请分给我一杯羹。项羽就吓到了，因为项羽很重视这种那个，所以项羽就不敢了哈。所以刘邦的爸爸就活得很好，活得很好。后来刘邦还跟他爸爸说：“你看嘛，我小时候是无赖，你说要挟我哥哥，现在的事业我跟我哥哥谁比较大？”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我讲哈，其实大家看到诺贝尔，这次的奖他在挪威的奥斯陆那颁出来了，就像刚刚赖老师所讲，这些委员下来得罪川普，可能会受到一些报复啊。但是为什么这个委员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情分？这2年来委内瑞拉过去在选美是非常有名的，对。那这次他会有名是由川普每天打他，就说你是贩毒。然后就打，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打到哥伦比亚，他还不承认。那哥伦比亚也是你的盟友，他没理由出来说你打到我，把我人打死了5个嘛，他没有理由这样讲。